哎，大家伙早喽！9月5号星期二清晨，天亮的越来越晚了。今天出来的早，而且今天不会跑21了。虽然今天是第2个训练日，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今天白天有事儿，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明天的强度课是一个6公里的阈值跑，所以今天打算就轻松跑10几公里就回家。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做一些这段时间的预告。还是特别热，特别闷热。这段时间陆续有朋友来到这边玩，都说这儿热，是热，就是不太习惯，还是慢慢适应。这边估计还得有1个多月才能凉快下来，慢慢来。昨天视频评论我都看了，就大家问这些，您用搜索引擎，其实我说的这些关键词足够您去寻找了。然后我说错了一个地儿，就是现在佳明的中国区跟国际区可以共用邮箱了。我记得2019年我弄的时候好像是不行，可能是我记错了，抱歉啊。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考虑试试开始用 Strava， 就不需要开它的会员也可以试试看。看远处的日出，但是今天日出感觉不是那么的耀眼。最后台风还是没来这边，绕过去了。预告的第2波没有来。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聊聊最近的一些计划。今天早点开机，就直接说预告。长居公园的那个训练会，大家还记得？昨天跑团的小伙伴分享了一个活动，9月30号在长居公园有10公里、半马和30公里的一个小比赛，我就报名了一个半程马拉松的男子组。这个时间正合适，9月30号，距离我的10月15号的半马比赛2周。会怎么跑呢？应该会看气温，全力以赴。其实又过了1年以后，速度能力确实是过了35岁以后，速度能力是会慢慢退步。这个特别无奈。我上一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还是2021年，对，2021年4月，已经2年了。上一次是跑了1小时17分10几秒，现在想想挺快的，几乎就是3分40多一点点的配速。而我其实当时跑完那场比赛立下的1小时15的目标，目前看起来越来越难，因为我发现跑不了那么快了。1小时15就是要3分33左右吧。那我可能真的有难度。天气跟气候特别好的时候可能可以试试，只能说就是一开始就按照那个配速来跑，看能跑多少，但是多半会在17公里左右掉。我要是想 PB 的话，3分40就可以，所以我会比较认真的对待最近这1个月每一次的阈值跑。像以前的我们这种6公里的阈值跑，已经跑过2次了。我其实都是按照3分45的配速来计划，可能呢最后会多，就会快1-2秒或者2-3秒。但是如果我想 PB， 就要按照3分40来计划，至少。明天早上的6公里阈值我会比较努力，但是今天忙一天啊，
还是要调整一下心态和身体。因为毕竟它是一堂训练，我肯定不会按照比赛那么去准备，所以肯定还是空腹出来晨跑。所以大家晨跑的时候状态不好或者速度上不来，也不用太担心。我的不成熟的小经验就是，像我现在的身体状态，就是起床待了一会儿，没吃饭出来跑步，大概和比赛比要有，就对我来说应该有10秒左右的余量。至少10秒，所以呢，如果我晨跑的阈值跑按照340能够拿下，那我就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在330拿下，但是是6公里，比赛是21公里，我还是有这个115的小梦想，但是活到这年纪了，比较理智，对吧？这是第一个小预告，就是30号有一个半马比赛，而且那个公园特别合适拍摄，2.8公里一圈，到时候家属会跟着去拍，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全封闭的赛事。那次在那个公园跑完训练课，还有咱们频道一位观众见面。第二个就是明天早上开始的周3强度课，我会更努力一些。明天早上5点45就在我现在这儿集合，6公里。对，明天也会给大家全程拍摄。之后的预告就是10月15号的东京的半程马拉松比赛，那个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按照目前看，这边的气候到10月15号也不会太凉快，大概像北京的9月底的感觉。半程马拉松要比全程马拉松还希望更凉一点。其实半程马拉松怎么出成绩呢？10摄氏度左右，特别好。但是跑到我现在这个年头，全程马拉松几乎不恐惧了。因为虽然速度能力可能下降了，但是它并不会影响你的耐力。你说全程马拉松难吗？难，但是简单吗？也简单。你想维持在一个3分55左右的配速，或者哪怕说4分的配速去完成一个全马，对现在我的这个训练基础的状态，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您跟我差不多的话，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很容易的。4分的配速全程马拉松就很快了，4分配速10公里是40，20公里是80，40公里是160，160是2小时40，我没算错吧？然后你再加2公里，这样也能在2小时50左右完。至于穿什么鞋，我还没想好。如果是这个气温的话，多半就是特步或者是3代的 Vaporfly。另外，昨天看到刘铮老师的视频更新，真的是挺危险的。祝他康复，我看状态不错了，但是就如他说的，我猜错了呀。他那肋骨骨折是怎么弄的？不知道啊，我以为是摔倒了。祝大家都好。眼看夏末了，注意安全。你们看这两边的银杏树已经开始泛黄了，到时候给大家拍拍大半城的秋景。加油干，加油干！哎，9月5号清晨，还不到6点一刻，训练结束了。今天是我的第2个训练日，但是没有按照以往的节奏去跑21公里，因为4年多没见的特别好的小伙伴昨天晚上到达大阪，
然后今天一天在一起。那在这儿时间长了呢，确实是有的时候老不见的朋友，真的来一趟挺开心，也不能说惊喜吧，因为人提前会告诉你，但是告诉你的时候是惊喜，真正来了是开心。所以今天跑的就少，再加上明天打算认真去跑那个强度课，但是看就是明天反正全程拍摄，我争取努力的干到340，努力的干到340。今天只跑了13公里，1小时05，平均配速5分04，心率142，功率199，步频196。其实整个这一个夏天，我在我的步频和步幅的这件事上是做了一些努力的，肯定不可能做到说每一次训练都100%去努力解决这个事情，但是我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大家可以翻看我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的训练，或者是去年北京马拉松之前的训练，我基本上每一次的训练步频都在210左右，那个时候确实心肺压力挺大的。现在呢，就是我跑得再快，可能极限也就是210左右，因为还是就髋关节的力量和灵活性这个东西真的太难练了，这个不好练的。你看我都跑了这么多年了，对吧？所以真是挺羡慕那些有天赋的小伙伴的。虽然我说了好多就是这1-2年的感受，其实我总结的主要根源就是训练的节奏变了，变得就是快慢结合。这个时候呢，就不太像以前那样。其实以前我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一次类似于相对有点强度的半程马拉松，那我再去跑有强度的半程马拉松的时候，我心里有底。现在呢，可能有的时候长距离的速度稍微少一些吧，加油干，加油干，是不是？行，今天跟大家闲聊一下，然后祝福受伤的刘铮小伙伴早日的康复。他视频里也说会对跑步有一些心理上的恐惧，这个特别能理解。就像我刚摔完那时候似的，一到这个上下坡我就害怕，但是慢慢就会好的。人永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咱们还是激进不冒进，好吗？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咱们一起加油干，明儿见。